小时候每次看到电视上接吻的画面，我都会假装低头找东西。现在我终于知道我要找的是什么了，是讨论性的勇气。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，谈性比谈死亡还尴尬。谈死亡是对死人不敬，谈性就是对所有活人的不敬了。不过回避事实不代表就能回避问题，有时候甚至可能滋生问题。据界面新闻报道，中国儿童遭受侵犯的比率高达 7%， 平均每10个男孩和15个女孩中各有1名遭受侵害。这些可怜的孩子就像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提到的，温柔如水才华横溢的姑娘用死亡书写自己的血泪，诉说悲剧是如何发生的。所以本期视频我想严肃地聊一聊这个被社会污名化的话题，性羞耻。性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有多羞耻呢？据北京师范大学的统计， 52% 的学生没有接受过学校性教育， 47% 的学校没有开展过性教育，而且即使有相关课程，内容也只是以生理健康和身体发育为主，在整个社会都遮遮掩掩的情况下，保护根本无从谈起。大多数处于懵懂期的青少年，除了在某些日本动作片里窥见一二外，能够光明正大的接触性教育，也就是下面3种方式：一、水到渠成型。你问父母，他们往往用长大了你就懂了这句话搪塞，毕竟基于他们的经验，他们也没接受过任何性教育，照样有了你。二、盲目打压型。如果看有色书籍或者电影，又如果一不小心被发现，那你会受到各种指责谩骂，你甚至都没有犯错，但在父母眼里这几乎是犯罪。三、胡编乱造型。现在或许还有孩子认为自己是充话费送的，垃圾桶捡的，石头缝里蹦出来的。这些方法放到几十年前科技不发达、信息相对闭塞的环境来说是可行的，但问题是，如今大部分孩子从小就被手机、电脑、iPad 包围，在内容尺度监管不严的漏洞下，在生理机能和好奇心的驱使下，又在世界观尚未形成健全的无知下，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为什么大家会形成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？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谈性色变的呢？事实上，在中国古代，尤其是秦汉时期，性观念非常开放，早在《周易》中就有关于性的论述。他强调性是一切生命的基础，是合乎天地阴阳之道的。接着又出现了《黄帝内经》《养生方》等性学奠基之作，在这些作品中都有大量的性学知识。汉代出现的《素女经》涉及的范围更广，从构造及生理功能到具体行为的发生过程，再到性与人体健康的关系都有涉猎。从早期的典籍中的用法来看，淫主要是过渡之意，并不包含对色欲本身的强烈指责。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以及后来的儒家学者们都强调了发乎情，止乎礼的原则，即认为情感的表达是自然的人性，但同时也需要遵守一定的礼仪规范，避免过度放纵即可，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事。这种开放的环境到了唐朝达到顶峰，唐朝文人的诗歌作品中对性的描写非常直白大胆，比如李白的诗何由一相见，灭除解罗衣，元稹的诗转面流花雪，登床抱绮从，汗流珠点点，发乱绿葱葱。这些赤裸裸的描绘都体现了当时社会对性的包容态度。但是在宋朝以后，由于封建统治者重视程朱理学的发展，将房中术视作讳淫败俗，在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中，被灭掉的人欲就包括对此行为的否定。这种由统治者发起的反对声音，导致对性的研究走向低谷，饿死是小失节是大的观念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。到了清朝，性禁锢的思想始终处于支配地位，社会对性的压抑达到了更为严重的程度，万恶淫为首成为社会主流观念。禁欲主义盛行，人们在行为和思想上受到严格约束，这种规定大多是针对当时女性的，内外不共景，不同勤习，女子出门必永闭其面。我们所熟悉的男女授受不亲，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严格执行的。即使生病了，郎中也要进行捶杖诊脉，避免男女之间的直接接触。和今天的阿富汗相比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可能就是因为从元宋开始之后长达1个世纪的压抑，导致了人们对性既好奇又恐惧的矛盾态度。我们都熟悉孟夫子那句话，食色性也。对食物与性的追求是我们作为哺乳动物无法根除的原始欲望，就如同在僵尸片电影中那些丧失理智只剩下对血的渴望一样。性是我们作为人除了食物之外几乎可以持续终身的另一项追求了。既然这种需求无法抹除，那就要像大禹治水一样，采取合理的疏导措施，而非简单的压制。并且因为我们终生都有这种需求，也就意味着学习也是需要持续终身的，并不是说我们度过了青春期，或者和异性戳破了那层窗户纸，或者结婚有了孩子以后就不需要再继续学习了。曾经排斥过性的也不只是我们。80年代初，艾滋病的流行让人们处于极大的恐慌之中，西方性教育也进入保守时代。在美国，禁欲成为中小学性教育重点，英国政府大肆推行无性之乐运动，试图通过引导青少年保持贞操以降低少女怀孕率，但这些举措都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，反而是一项2008年的回溯调查发现，接受综合性教育的青少年
比只接受禁欲教育的青少年怀孕率低60%。在此之后，西方世界对性的探索搭上了互联网快车，之后的几十年狂飙式的普及开来。根据2005年多雷斯全球性调查，在其他国家和地区，有98%的人认为青少年应该从16岁甚至更早开始接受正式的性教育，而在中国，这个比例仅有13%。此外，只有0.1%的中国调查者声称自己在10岁或更早就开始接受性教育，而全球的这一平均数字是8%。我们落后的似乎不只是一步两步，而是压根就没有起步。2017年3月，一本小学生性教育课本引发争议，让性教育再次成为热议话题。这套由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编写的《珍爱生命：小学生性教育健康教育读本》被家长质疑大尺度不健康，最终教材被收回，暂停使用。但事实上，这套教材并不像家长质疑的那样，它只是用科学的方式教孩子如何认识自己、尊重自己、保护自己，甚至有报道称其为中国最好的一套性教材，结果却难逃被收回的命运。就在我写这篇稿子的时候，我看到一条新闻上了热搜，阿富汗塔利班再一次颁布新的法令，禁止阿富汗女性在公共场合说话，禁止女性在没有男性监护人陪同的情况下离开家，并要求女性必须佩戴口罩和面罩。电视中的女主播在节目录制时也必须佩戴。回顾我们性观念的历史，这样的今天似乎也是我们的昨天，所以是时候对性教育去羞耻化了。至少我认为，对性教育的重视就是对人性的重视。既然这种欲望天然存在，那我们该做的不是限制欲望，而是在欲望的对立面培养一个叫做理智的东西。每个人都有作为人的欲望，但不是每个人都有作为人的理智。既然无法避免欲望，不如彻底认识欲望。